这绝对是德爷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期。赶路途中竟偶遇一枚野生地雷，差点嘎嘣脆鸡肉味。好在本期的伙食还不赖，吃着香甜可口的无花果，嚼着里焦外嫩的炭烤千足虫，肥美的蚂蚱和花蝴蝶更是一口一个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度假的。老挝的富良山脉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战争洗礼，丛林中遗留着不少致命地雷。本期挨饿专家却要向他发起挑战。节目组包下一架2毛5的核动力直升机，将它流放到雨林深处。伴随着直升机的远去，本期挑战正式开始。在接下来的10天里，他要在没有食物、没有求生工具，甚至没有头发的情况下，抵达30公里外的村庄。德爷首先根据太阳的位置确定好路线，接着背上行囊朝目的地进发。然而他刚走没一会儿，前面就被一道悬崖拦住了去路，真的是出师不利。在没有任何攀岩装备的加持下，想要翻过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没办法，德必绕只好老老实实绕路。根据经验，他选择朝东边走去。但这条路也并不好走，到处都是长满尖刺的藤蔓。德爷依旧不死心的继续往前走，可前面又被竹林拦住了去路，没办法，只能原路返回了。足足浪费了1个多小时，而正午的阳光也越发毒辣。德爷已经走了4个多小时了，现在他已经感到口干舌燥了。如果再不及时补充水分，很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温度上升，到达一定程度就会中暑歇菜。他必须尽快找到水源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德爷听到前方有水流的声音，走近一看，果然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用不着煮沸。德爷直接趴下蹲，喝了个5饱加6饱。德爷站在石头上计划接下来的路线，他判断出这条河流是朝着西北方向流动的，自己可以做艘筏子顺流而下，绕过眼前的这座大山，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和体力。不过现在乌云密布，看来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，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下雨要紧。这里有着许多石灰岩洞穴，德爷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，今晚就先在这里将就一晚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德爷在附近收集了一些枯木，接着用藤蔓进行捆绑，3下5除2就加工了一个沃德筏。接下来就是检验木筏的实用性了。德爷战战兢兢地坐了上去，可刚划了几下，木筏就开始往下沉，这可把德爷吓了一跳。不过经过德爷的观察，竹筏沉下去了，但没完全沉，这让德爷陷入了两难的局面。反攻无疑会浪费时间，看来只能委屈自己的下半身了。德爷一边划船一边留意沿途适合翻越这座山的地点，就这样划了一下午。现在他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。德爷发现岸边有一棵无花果树，上面长满了红彤彤的果实。将竹筏靠岸，德爷找了根竹竿将它们捅下来。无花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葡萄糖，这能帮助德爷补充消耗的卡路里，吃起来香甜可口，就像蜂蜜一样，是非常好的求生食物。吃饱喝足，天空又刮起了大风，看来一场大雨就要来了。德爷将筏子固定好后，转身进丛林寻找今晚的庇护所。他发现了一个天然的树洞。等到傍晚时分，暴风雨也停了。德爷准备制作一套生火工具，用石刀切下一段竹子，然后将其一分为2，通过相互摩擦产生火星，点燃火炉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，德爷终于升起火堆。德爷注意到周围有很多虫子的叫声，循着声音，他抓到一只蚂蚱和蝴蝶，管它3721，直接塞进嘴里享用起来。转头又发现了一只千足虫，返回营地放在火堆里烤至里焦外嫩，一口下去，好家伙，嘎嘣脆鸡肉味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十倍。一转眼，时间已经过去了3天，德爷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翻山路线，一直顺着河流前进，他只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。终于在下午，德爷发现了一个山谷，那里应该能翻过大山抵达目的地，但这里的水流十分湍急，德爷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成功靠岸。划了1天水，德爷感觉浑身乏力，于是他决定休息一晚，养足精神。次日出发前，德爷砍下几根竹节，来到岸边灌满水。长途跋涉没有充足的水源可不行，准备就绪，德爷开始了赶路。可这里的地形异常陡峭，背着几十斤的重物，再加上一直没有怎么吃东西，德爷的前进速度十分缓慢。就在这时，还一不留神摔了一跤，站起身来顿时被旁边的东西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有颗地雷就埋在他前面1米的位置，看样子估计比德爷的年龄还要大。要是德爷再往前多走一点，那在座的各位都少不了岁200吃席。颤颤兢兢离开此地，接下来的德爷要格外的小心，因为不知道这里还埋藏着多少颗地雷。走在这里犹如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，又跋涉了3个多小时，携带的淡水已经喝光了。德爷需要尽快找到水源，他爬上一个制高点，远处的山谷可能存有淡水，来不及休息，迅速制定路线继续出发。不知道跋涉了多久，前方终于出现一条小溪，德爷高兴地发出给，直接躺在水里享受清凉，当然头发也不能忘，舒舒服服补充了大量水分。果然人一旦走了晕倒都挡不住。德爷又在附近发现了许多掉落的坚果，用石头敲开细细品尝，转身又在旁边发现了一大片蘑菇，二话不说就往嘴里塞。吃完德爷又打包了一些，返回路上捡到一颗不知名的水果，浅尝过后发现味道还不错。好家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自助餐的天堂。时间来到第5天，德爷决定顺着溪流前进，毕竟前几天因为绕路已经耽搁了太多时间，就这样顺着溪流跋涉2天。时间来到第7天，德爷终于走到了溪流的尽头，但坏消息是面前又出现了一个陡峭的石壁，这让德爷很是纠结。绕路的话肯定不能按时完成挑战，他只能从山洞冒险过去了。荒野求生这么多年，还
还是头一回见德爷如此大胆。进去之前，德爷打算做个火把，寻常木头肯定不行。德爷找到了一颗龙脑香，树皮里含有大量油脂，能够持续燃烧几个小时。德爷在树洞里生了一把火，这样可以防止油脂凝固。等烧到差不多的时候，用叶子将其扑灭，这样就能油脂储存下来。时间来到第8天，一大早德爷便过来检查树洞，里面果然渗透出不少油脂，将油脂全部装到竹筒里，随后找来一些干燥的木屑，将木渣与油脂混合，用棕榈叶作为火把的外壳，一个火把就完成了。随即点燃火把，朝着山洞走去。可越往里走，山洞越窄。更糟糕的是，火把还在这时候熄灭了，这让德爷感到十分不安。但眼下也没有别的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。就这样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德爷突然发出给，前方赫然出现一道亮光，朝着亮光的方向走去。来到山洞外面，眼前出现的建筑物标志着德爷顺利完成了本期挑战。